其实首先我不单只没有餐饮经验，我连那个吃饭时间都很少。对，那么恐怖的 Capital A 里面真的，我还记得当初那个 Tony 说，你去接管那餐饮部门，他的助理还说，为什么是 Catherine？ 他连吃饭都没有去吃了，他根本都没有研究，对他根本没研究为什么是他。其实我想要回到一个很 root 的一个问题，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飞机餐会那么难吃？因为它有很多 procedures，好像你在家，你妈妈煮了，是在你面前煮了就端给你吃，对不对？但是飞机餐不一样，它有很多的 food safety， 中间有很多的 procedures， 可能其他的航空它就是一个部门，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cost center， 我只是让你吃饱，我没有让你吃好，是，所以他就觉得 OK， 我出了这个菜单你就 follow。他也不会去试菜，他也不会去 control， 但是我们是每一天试菜，很卷呢，你们。我们超卷，非常卷，你不会吃到不好吃的。我宁愿没有那份餐，但我也不想你吃到不好吃，因为你吃到不好吃，你永远不会再回来。每个人都觉得飞机餐就是很难吃，那我再给你吃一个难吃，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相信？我很难再有 second chance，所以每一口我一定要让他吃到觉得不一样哦的那个感觉。最近很多老板都在抱怨，在 KL 遇到 peak hour network 塞到连客户的讯息都回不到，再加上现在诈骗很多，真的让老板们都蛮头痛的。对，所以今天呢就要特别介绍专为企业打造的 Ultra Business Reserve， 它的核心 Ultra 5G Reserve 呢就像一条专属的 VIP 通道，全天候帮你预留网路容量，就算在网路大塞车的高峰期啊，网速依然是可以快上4倍之多。重要时刻保证绝对顺畅啊！没错，如果老板们常要出国，它的 Premier Roaming 尊享漫游，覆盖超过60个目的地，一下飞机呢就能够无缝接轨，跨境连线。重点是它还直接内建了 Intelligent Security 的智能防护，完全不用安装任何东西，就能自动阻挡诈骗电话、SMS 还有恶意网站，从源头保护公司机密。商业世界稳定跟安全就是一切。You business, your business, priority reserved。各位老板，您的业务当享优先，现在就立刻点击资讯栏目的链接，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Yo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山。那这一期来做客的呢是 Capital A 旗下的餐饮业务3蛋的首席执行员 Catherine Goh 吴慧伦。那提到了飞机餐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可能是很难吃，或是我没得选啊。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呢，硬是将一份椰浆饭麻辣烫啊，做成了万千乘客的心头好啊。打破这个偏见的呢，就是3蛋啦。从2015年至今呢，3蛋是完成了从内勤辅助到独立 F&B 品牌的惊人跳跃啊。那它不仅是活跃于万米的高空，更是通过了创新，把品牌带到机舱外，甚至是网店上啊，走进你我的视野中。到底3蛋是如何打破这重重局限，重新定义品牌呢？作为 Capital A 核心领导层的女性力量，她又有怎样的商业直觉？事不宜迟，我马上请出3蛋的首席执行员 Catherine 吴慧伦来和我们分享更多。 Catherine 欢迎你。谢谢你伟健。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你的开始好不好？其实我也知道你刚接手3蛋的时候呢，是大约是在2015年，对吗？是不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当时你也是说过，就是你虽然是做过一些航线的规划，对不对？也做过了这个 Capital A 首席执行员 Tony Fernandez 的这个助理。不过对于3蛋这个餐饮部而言呢，你可以说是就是没有 F&B 经验的，对不对？完全没有。好，所以当时你被就是收到 order 要来接管这个3蛋的时候，整个情况是怎么样？你心里又做出了一个怎么样的调整呢？其实首先我不单只没有餐饮经验，我连那个吃饭时间都很少。对。那么恐怖的 Capital A 里面真的，我还记得当初那个 Tony 说，你去接管那餐饮部门，然后他的助理还说，为什么是 Catherine？ 他连吃饭都
没有去吃的，他根本都没有研究，对，他根本没研究为什么是他。然后现在我看回去，我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会想说 take a risk on me。 OK， 对，因为当初你看其实压力真的很大，你又没有时间吃饭，你根本对餐饮没有研究，你也没有餐饮的背景。我觉得我的当时候的心态是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学，这是我的心态。所以我前面6个月都是在学习，真的是每一天都走进前线去学习。OK， 对，然后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是先把我自己当成学生before 我把我自己当成专家。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回去，我跟别人比较可能有一点差异化的一个定位。我当时定位自己是学生，我对于我的员工，对于已经在那里很久的元老级的那种部门的 head， 我都是想就是以宽，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态，就是很虚心的。对，我不懂，你可以教我吗？我觉得我有走进厨房，我有走进物流，我是每一天都在warehouse。OK， 然后1个星期 warehouse， 1个星期 kitchen， 然后我会跟前线的员工沟通。因为可能以前他们没时间跟前线员工沟通，或者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懂了，但是其实市场在变化，前线的员工是更加清楚知道说乘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before 你看数据，其实前线员工餐饮回来他们已经知道今天这个丢很多，其实消费者根本就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是我有补足的点。然后我觉得我也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经历，就是我承认问题，而不是去粉饰那个问题。好，其实你现在接管了三蛋那么久，到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年了，对吗？10年差不多。所以现在你把三蛋打理到的这个样子，是 Tony 想要的样子吗？他当然，老板永远会想要更好的，永远都不够。每一个都是有一个 milestone，就是当初接的时候，他只是想要把它重整而已。他只是想要把它 standardized， 因为那时候有9个亚行，很多人没有发现有9个亚行。那时候我接的时候，已经马来西亚有短程长程，然后泰国短程长程，菲律宾、印尼、日本，全部通通加起来很多个部门，印度就9个部门。只是做餐饮，然后有9个部门，代表什么？9个不同的团队，9本不一样的菜单，然后9 sets 不一样的 menu， 不一样的价钱，所以基本上乘客就是很混乱。为什么我今天去曼谷，我看到的是这个菜单，然后我从曼谷回来，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价钱也不一样，然后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当初他让我接的时候，是他要重整。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9个不同的团队代表什么？不是9个马来西亚人，是9个不同国籍的人，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食物好不好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文化。所以对，那时候是在1年里面就把这事情给完成。除了 standardize 以外，把价钱拉低，把成本拉低，然后把量冲高，因为 AirAsia 就是做量的。对，没有量我们就没办法生存，所以当时候是做到历史historical highest revenue per pax。基本上前面半年我没有在干什么，我就是在学。我是后面第7个月到第12个月的时候把这事情完成，就两季的菜单。可是你也给你自己一个时间线咯，我 from certain period 我就是要学习，我等我搞清楚之后呢，我就要 action 了，是不是？所以 Catherine， 我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很多人对飞机餐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真的很难吃，然后过后你自己也是说过，就是 we don't believe in airline food but good food。 对，其实我想要回到一个很 root 的一个问题，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飞机餐会那么难吃？因为它有很多 procedures，好像你在家你妈妈煮了，是在你面前煮了就崩端给你吃，对不对？但是飞机餐不一样，它有很多的 food safety，中间有很多很多的 procedures， 比如说他今天他连买的那个菜他都是有规格的。对，然后不是我随随便便大量进口的那种就可以，不是，而且不是跟任何人买都可以，它是有 certain 你要 comply 到这一些certificat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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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所以它进来是有规格，进来之后有多少层要先去洗那个菜，然后再去切，然后再去冷冻，
对，所以基本上因为航空它是做量的，你妈妈是煮1份给你，如果你要你妈煮100万份给你，它也是会跑咯，那个跑掉咯，不要说110份都会跑掉，对不对？对，所以你做量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不去系统化，它很难去控制那个 consistency 跟那个 taste profile，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食物就是天然原料，天然原料它有不同季节，比如说这一季的辣椒比较辣，下一季没有那么辣，所以它煮出来你就觉得为什么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这也是我用了很久去跟那个中央厨房沟通才知道。因为有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你那些人嘛这个什么这么甜，为什么那时候那么辣，然后那时候我就很 puzzle， 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们换了我的 raw material， OK， 然后其实他们就跟我讲不是，是因为辣椒本身就是有季节的，对，所以有很多种种movable variables， OK， 对，然后可能其他的航空它就是一个部门，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cost center， 我只是让你吃饱，我没有让你吃好，是，所以他就觉得 OK， 我出了这个菜单你就 follow， 他也不会去试菜，他也不会去 control， 但是我们是每一天试菜，每一天很卷呢，你们我们超卷非常卷。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今天发生，是10年前我 take over 的时候，我是 implement 这个 SOP， 我每一天都要试菜，然后基本上我自己是试了4-5年，每一天对 before 乘客吃之前我们要先吃，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觉得它不是说它有 food safety 的问题，它只是可能 deviate on 我们的 golden standard， 我们就可以 pull 整个 stock， 你不会吃到不好吃的，我宁愿没有那一份餐，对，但我也不想你吃到不好吃，因为你吃到不好吃你永远不会再回来，因为你每个人都觉得飞机餐就是很难吃，那我再给你吃一个难吃，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就不会再相信我，我很难再有 second chance，所以每一口我一定要让他吃到觉得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是，所以你讲，我想要问，因为你也说大家对这个airline food 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嘛，是不是？然后不懂是我最近做功课做太多，然后我的 social media 全部都是那种航空的那些，然后有人讲是在喂猪，航空餐是在喂猪，所以我真的看到我真的有点吓到。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三蛋是打破了什么东西呢？做了什么调整来让这个 airline food 更加就是 palatable，更加可以入口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先要让人家愿意入口，因为很多人是连试都不要试，因为它本身就有那个stereotype，难吃，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是要用钱买，它更加不可能，对吧？我不像其他航空，它是包在你的票价里面，你吃不吃是你的事情。所以我怎么让他们尝试第一口，就是先从他们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产品做起。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尝试哈，亚洲人其实对于食物是不敢冒险的。虽然你一直讲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但是你看数据，他们永远是回去他们最熟悉的味道，比如说椰浆饭、鸡饭，你可以出新的西式的巴拉巴拉巴拉，它只可能会好卖个1-2个月，然后它又再回去新鲜1-2个月，然后就 back to。 对，所以我们做的产品你看都是很在地化的口味，先要让你觉得安全。 OK， 我约你 OK， 我大概知道什么味道，然后 OK， 然后他一试，所以味道优先，品牌跟包装是后面加分的。然后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创新啊 food innovations， 你可以喝到冻干咖啡，你可以喝到你可以吃到冻干的食物，对不对？其他的 airline 你看你做 Emirates， 你做 Qatar，你也不可能喝到一杯 latte mocha 什么，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可以给到你很好的咖啡，但是是很实惠的价钱，甚至比咖啡厅更便宜的价钱。美式深夜拿铁，什么开心果拿铁，就是你 as a 乘客你会想说哇，怎么 barista standard 嘞，竟然在 airline 上面。然后我们可以让空服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对于乘客，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 operations， 我们怎么突破这个点，对吧？所以然后麻辣烫最出名的一个咯，其中一个天空3万英尺吃啊麻辣烫，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 number one， make sure that you feel comfortable first
then you willing to put it into your mouth. Number 2, make sure that it's exciting enough. 让你觉得哇，很新鲜的，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我没有试过再这样子吃过。你拉开那个距离，你知道吗？当你 comfort 之后，你相信了，你就会想要去试其他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怎么把那个营收可以拉得比以前更高。对，其实说到麻辣烫，很多人就说哇，你们在飞机上做麻辣烫这种非常味道很重的东西，其实有点不逻辑。你怎么看呢？面对这样子的批评？我觉得口味是个人的，对不对？你如果说麻辣烫很重，其实椰浆饭也很重啊。但是东南亚人，你看我们的餐饮文化就是很重口味的，对吧？很香，很香，很重口味，就是这事情是，就是很个人化。但是基本上我们做生意还是看数据。好，对，数据代表用户乘客的真正想要，就是他们的意愿。我们是尊重用户意愿的。对。好，其实接下来我也是想要问一下，因为我记得在去年2025年的 first quarter 的这个 earnings call 上面呢。Tony 就有说过散弹是一个黑马 sleeper hit， 就是 constantly 就是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和创新。其实说到这里呢，我相信因为你现在也是 CEO， 就管理很多员工，对不对？我相信你也听过一个就是 working culture， Gen Z 有个 working culture 叫 silent quitting，就是我只做我该做的，我不会做 over 我的那个工作范畴的东西。然后这样子也就代表着就是我没有带给你惊喜，或是有人说我这么做是我要避免，我要保护我自己，我不要 burn out。所以你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态度呢 Catherine？ 我觉得做好本分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什么东西都做到最基本要求，你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不是你不好，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好。我觉得 overperform不是给你老板看的，是给你自己的。因为你 overperform， 你得到的是知识，知识是别人抢不走拿不走的，永远跟着你。不管今天你在这一份工作去下一份工作，甚至做你自己的生意，你是需要这一些 skills 跟这一些知识的，是你的 asset 来的。对，所以如果你永远都觉得我来就是打份工拿份薪水，你一定会有一个心态说我就是做到这样就好了。你做到这样子就好了，基本上可以确定你是一定会被时代就是慢慢 face 到，在无形中啊。我是看过，甚至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even in small roles you take ownership, innovation will follow. Yes，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你可能觉得我老板看不到我，对啊，你老板看不到你啊，但是你看到你自己嘛。你又没有得到那个知识，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人不停的在 overperform， 然后不停的在 innovate 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被这个我老板看不到我，被这个打消了那一个意志，然后他就觉得很 burn out，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 reward。但是你自己本身你有没有学到更多？因为当初我进去央行的时候，我以前我的 lecturer 就跟我讲说 OK，有一个 mindset， 因为我的 lecturer 就是一个已经在职场的人，对不对？那时候我是个新鲜人嘛，他就跟我讲说，跟我们啊，不是跟我，don't be calculative。我这一句话10几年前我记到今天，我甚至是 carry 在每一件我做的事情上面。不要太斤斤计较，不要计较在职场上面，尤其是我们这种新人，对不对？你什么都要学，所以to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 burn out。是因为我还是讲那2件事情。第一，你没有找到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目的，你的内心。第二，你很累的时候，你没有空间去 recover。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去到一个年代，是觉得你可以做得好，你也可以照顾好自己。你把你自己顾好，你一定可以 perform 更好，你一定可以更有 drive 的。然后不一定要，就算今天你老板看不到你，你看到你自己，别人也看到你。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是你老板看不到你，对吧？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加好的 environment。很多人是 complain but they never change the environment。 它是一个2方面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不是只是老板而已，你自己也可以另寻出路。你要 take ownership of your life。 Very good。 Yeah。 所以 Catherine 接下来呢，我就要关注一些比较challenging 的一些东西了，就是散弹的业务自己本身啦，好吗？所以呢，我想要说，就是在2025年3个季度，你们真的是很厉害 ，EBITDA 几乎都是翻倍增长的，谢谢，恐怖。谢谢。
然后你们也是说过了，就主要是归功于更好的这个 cost control 成本管理嘛。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来驱使这个 revenue growth 吗？其实成本管控是一个最基础的，基本上在联行里面，成本就是王。这个是 it's a given, right？ 这已经在我们的血里面，根本想都不用想，我们是 automatically 会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精简化我们的 SKU。所以你看现在的菜单，为什么之前去年前年你看到好多的食物？因为我在去 test 那个 market， 我要看我的 consumer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但是你看现在每一季是越来越少，然后推去 pre-book 就是预售，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更加好的去管控那个 demand planning 那个 wastage，这个是第一。第二是产品结构你要很清楚什么赚钱什么不赚钱，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清楚，所以赚钱的我们做的更多，不赚钱的我们是就立刻不要了看OK 就我们不会去想，因为还是那一句，数据代表消费者的意愿，我们是 fulfill 消费者意愿而存在的一个品牌。很多人讲成本，我要讲一点，就是我们是做食物的，食物一定要好吃，食物好吃它连带的就是成本，对吧？因为好吃东西肯定是贵一点，所以应该讲生意不只是省出来的，它是靠算出来再加执行力。什么是执行力呢？不是只是说 OK 我们顾着航空这一块，我们是很积极发展 non-airline business，比如说你可以在 Petronas、Zoos、Hotels， 有些人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也在 Hotels， 我们是很积极发展其他渠道的业务，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为什么 EBITDA 可以越来越高，因为营收越来越高，营收高我们可以控成本，当然你的净利就会比较高，这是很自然长期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对，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咯，你们也就是除了航空业务之外，你们也是不停的去开拓更多的新的一些销售渠道，是不是？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 专属商务网络尽在 Ultra Business Reserve， 让业务始终在线，高峰时段全面护航。好 Catherine， 其实呢我们也知道Capital A 呢它即将要把这个航空业务剥离给这个 AirAsia X， 可是呢现在你们是同一家集团嘛，是不是？在未来呢 AAX 就是你们的客户，两家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变动会给三蛋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还是一家亲？基本上是一家亲，这么多年都是一家亲。我们三蛋已经是一个单独的商业个体，我们就是服务 AirAsia，AirAsia 只是我们其中一个客户而已。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是 business as usual， 我们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可是去到那边他们不会要压低你那一个 rate 还是什么那个价格还是怎么样的吗？没有，他们是拿 revenue commission，所以他只是在乎卖的多不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KPI， 对不对？因为 AirAsia 在乎的是 volume。对啊，你卖得多，他拿的 commission revenue 就比较高。所以没有那一种的这种成本啊，这种价格这种的牵扯关系没有了。所以主要是以我们三蛋来讲，我们要把成本控低，这样我可以卖得更便宜，卖更便宜我就可以卖得更多。Airline 只是在乎你卖不卖得多而已，然后只是在乎他的乘客喜不喜欢，就这样。好，其实另外呢，我也在你们很多的 quarterly report 当中呢，我也是看到在三蛋的这个部分呢，我看到多次提及 KTMB 这个名字。请问你们现在整个那个 partnership 整个那个关系是去到什么阶段了呢？我们这个月尾就开始在KL 海牙的那一趟火车开始卖三蛋的食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end of the day， 因为你可以把航空这一套模式搬去一个火车，对，火车的场景里面，让我们更加可以开拓我们的品牌，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对三蛋来讲。所以是给泰国的一个路线而已，还是未来会不会一个更多的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也不算是 soft launch， 因为我们已经之前有拍了过，这个是正式的第一条线，然后我们就会慢慢开始铺更多的线。就以后 maybe 从 KL Central 坐回去一波，我也是能吃到三蛋的 food 了，对不对？好，那么其实接下来呢，很多人就说你们的业绩之所以会那么亮眼，是因为呢你们的服务
的那个对象呢，都是封闭空间的乘客，就是 closed area 的 passengers， 像是飞机、KTMB、火车，然后你们把那个价格抬高，拿来卖出去。那没有了这个封闭的这个红利之后，离开了这个舒适圈，其实三单什么都不是嘞。凭什么让乘客其他的那些顾客选你们三单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一番话可能在5年前 maybe valid， 现在你看我们的菜单的价格，然后其实我们不是封闭渠道，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封闭这回事情了，因为你看机场，你看那个 KL Sentral 有多少的餐厅，如果那些餐厅生意不好，他怎么可能开到这么多家？所以然后我们还是很看乘客的反馈的。这么多餐厅的情况之下，第一，我业绩越来越好。第二，你看 social media 的 feedback， 很多人基本上现在他们选择 AirAsia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三蛋，甚至有人是为了要吃三蛋而选择 AirAsia。OK， 就是他们，你可以看一些 social media， 我们基本上是 screen all the feedback every day。很多人是他飞去槟城就回来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o pre-book the meals。Yes。我weird but it happens. OK， yeah， 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三蛋它的点是在于你吃过一次，你记得，然后你想要再吃。对，它可以 create 那个 cravings。呀，因为它这个食物有连接那个memory。可能当下你吃的时候是跟谁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线下跟 Zeus 的业绩也很好。所以基本上三蛋一早已经走出那个所谓的封闭空间，别人是想要在封闭以外的那个场景可以买到三蛋。比如说昨天前3天吧，麻辣烫我们可以在20分钟里面做3万块，只是卖麻辣烫在 Shopee。所以why would passengers go and buy？Because they want it outside of airline， 所以我们才会开 e-commerce。对，所以那个时代所封闭空间已经结束了。好，对，还是这个话题，因为好像你们之前你有跟著名的网红赛合作，然后推出一个是 char kway teow 的嘛，是不是？ Yes。 现在还有在卖吗？那个有的，那个在 pre-book mixed reviews 那个。对，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其实那一个餐不管是那个char kway teow或者是之前的那些所有餐食，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在 online 里面，你叫 supplier， 就是我们的Central Kitchen 也好，其他 supplier， 你做第一 batch 因为他做很大量，所以他可能他会不 consistent 一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调那个味道。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做 meal test， 所以其实那个char kway teow他的他遇过的事情跟其他的 meal 是一样，只不过因为他 document进去一个 video，所以更加多人把这个放大。对，但是其实我们其他食物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Of course， 我们会尽量把它减到最低。可是有一些事情，就是航空餐为什么会难吃？因为它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对。可是说到这个，好像你们的char kway teow，然后过后例如槟城的char kway teow，好像很多那些，因为我相信也是在小红书很多网红都有 review 你们东西，他们就说这个是 OK 啦，飞机餐是很好吃啦，可是你要拿跟槟城的那种char kway teow来比，这肯定不可以啦。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些 comment， 你是怎么看呢？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包括你妈妈在你面前煮一碟饭，跟你在飞机上吃you cannot compare。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把那个wok可以做出来？对不对？还是看销售数字啊。就是很多人是愿意一买再买。好，不过还是回到去那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好像离开了那个航空，可是我还是会 prefer 安哥炒的char kway teow instead of 三蛋的那个char kway teow，是不是？因为三蛋卖的不是一个怎样讲呢？不是一个很传统的现炒的那种，不是。我们做的是规模化、系统规模化。可能有一个点我要带出来哦。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三蛋就是你知道吗？不可能跟就是路边的比。但是对于其他外国人来讲，你 imagine 他可以在他国家吃到三蛋，吃到 local taste， 是不是？对他来讲就等于，因为我在美国读书，我在美国可以吃到
哇，那些人嘛，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件 you know I'm willing to pay 很贵。 Yes, 我知道美国那些人嘛 I'm willing to pay， 而且我们的绝对不会是做到很贵，因为还是那句，三单不是去做贵的餐饮，我们是去做系统化 affordable 的餐饮，以量取胜的。对，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要问的就是，其实三蛋呢也是有意为其他的一些航司提供一个就是空中餐食的一个服务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是需要申请一定的牌照。Educate me， 因为我对这一方面不是很了解。我也知道这个民航局它有条件批准了三蛋的这个 ground handling license，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下整个情况是怎么样吗？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是有那个 conditional handling license。Of course， 当初我们的目标是说，actually 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license to be fair， 因为它不单只说我们是 AirAsia 的一个 department，like we can serve other airlines。现在想回去，我们还是在 puzzle 说。Do we want to continue to serve other airlines, or we want to focus our resources and building the brand at a retail level? 因为这样子会给三单更多的价值。就算我们去服务其他航空 ，it's not a problem. It's very easy for us. 但是对于乘客、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讲，那三单又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可以把我的 focus 放在线下，去 build 一个 brand。是不是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讲更加的有那个 impact？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是在weighing，but of course the priority is at the retail level。Airlines 对我们来讲就是很轻松，如果我们要做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现在你们现在有了这个conditional 这个 ground handling license， 你们目前的这个是可以，好像例如你们要提供餐食给Malaysia Airlines 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过 Tony 已经讲了不可能了嘛，是不是？对，因为他不想。Actually, he's right 了。因为就算可以又如何？你懂吗？就是结果到最后，它的 impact evaluations wouldn't help。Yes。所以还是就是做那种线下零售更好 ，build 你们这个 brand。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谈完了这个业务东西，我们聊比较轻松的。首先恭喜你获得了这个 ACES Awards 亚洲最受钦佩年轻领袖奖，还有这个行业年度冠军奖啊！恭喜你，谢谢 Catherine。所以其实，在 Capital A 我们看到你，或者是 Big Pay 的这个ex-CEO Irene，AirAsia Move 的这个 CEO Nadia， 都是女性，她们都是掌握着集团非常核心的这个角色。你认为身为女性的 CEO， 你们会给集团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决策或者是视角呢？我觉得 first of all， 我从来不觉得实力是应该要被性别化。Very good, very good。这个是我从来不 agree 的事情。CEO 就是 CEO，Who cares whether you female or male？ 这个是 number one。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女生，我觉得我们可能共情能力比较强，对吧？因为我们心思可能有一点细腻，然后我们永远会听到你那句话背后真正的意思跟那个感受like we will feel that 不知道怎么样 it's a gift, it's a talent, right? 所以可能我们考虑事情会比较有更加完整一点的全面一点的决策。然后最重要，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在人和风险里面找到一个平衡。因为人其实现在是很大的 movable， 然后人 it's very emotionally driven， right？ 然后 just nice that 女性可以感受到那个 part，so that 我们可以平衡那个人和风险这件事情，然后让整个事情整个决策做得更好。这个是可能我觉得one of the advantage that female brings to table。好，其实我根据这个 McKinsey 的2025年职场女性报告呢，他们就显示出女性在职场呢获得的这个职业支持是普遍是少于男性的。他所谓的这个职业支持就是 in terms of promotion 升职 workplace support 这种提供更多的意见。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身为职业女性，哇，太多这种 traditional barrier 了，你知道吗？很多这种框架，你觉得要怎么样突破这种环境的局限呢 Catherine？ 我觉得市场不完美，这个是事实，对吧？ Statistics show and you can't deny it。 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不管女生也好怎么样都好，你要勇敢去要求， you gotta raise your hand right at first that I can do it。
Can you give me a chance？ 还是很多人没办法做出这一件事情。I want it， 要主动，就是你要主动表达你想要的，你要有野心。可能亚洲很多人不鼓励有野心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女生很传统的感觉哦。为什么你是女生，你为什么这么有野心？It's like why not？ 又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right？所以先要打破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跟框架，去like I want it。Second of all， 我觉得你要找到你的联盟很重要吧，在市场甚至在职业这个这么 brutal and cruel jungle， right？ 联盟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找你的 ally， 不管他是男或女，不分性别，就是这一群人是支持你做的事情，他们是 buy into your vision， they want to fight together，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同盟啊。Yeah， Tony 就是你其中一个 ally 我们两个是 debater like we will debate what's right what's wrong。 我觉得我们 relationship 是好的 because 我们不会因为他是我老板，我是 100% 认同 no we will challenge each other to find the best for the business， 因为 end of the day we are here for the business，there's no business there's no us， 不是因为谁要赢谁要赢。 No，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好的一个关系，不是因为他是 Tony Fernandez，所以他讲什么我就要做。It's not like that。Yeah， healthy communication 很健康的一个沟通啦，不是在吵架啦。是我们是 debate 谁更好，哪一个决定更好，对不对 ？OK， 好 ，Catherine， 我们也已经来到了访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啦，所以想请问一下，在未来三弹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吗 ？Any future plans 是我们可以期待，还是有什么新的产品要面试之类的？要跟我们透露一下吗？我觉得三弹就3个字了 ，Beyond in-flight food。我们已经走出航空这个领域，我们接下去要做的就是I think 2026我们的 focus 是在推进策略性全球you know like a global partner strategic partner for us， 然后继续推广地面上面的渠道，把三弹做成一个比较区域性的一个食品的品牌，不再只是you know 航空餐封闭渠道之类的。如果有一天就是别人讲哇三弹的东西很好吃就够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讲三弹的飞机餐很好吃。I mean yeah， 你不要听到飞机餐这3个字，我不想听到飞机餐，因为从 day one 我就没有再用飞机餐的 standard 在做这个 brand。 OK， 对，好，所以我也希望三弹在未来呢能够越做越好了，谢谢好吗？你，非常谢谢你 Catherine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谢谢你 ，Thank you。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